你穿越到了游戏王杰克斯时代，用阴间卡狠狠治理环境。此时你正在参加决斗学院举办的杯赛，并且干掉了对手万丈木准。看向对阵名单，下一个对手叫徐风来，4星决斗者，而且还是念力流道馆的真传弟子。一上场他冷哼：“阴间人是吧？你的决斗我都看过了，这提前知道你的套路根本不足为惧，你必定败在我的念力流卡组下，先攻就我收下了。”大出融合，手中的机械军曹和机械王开始旋转，出来吧，完美机械王。效果是场上每存在一只机械族怪兽，攻击力就上升500，而他自身本来就是机械族怪兽，所以攻击直接达到3200。观众们纷纷惊呼：“天啊！开局就是一个比青眼白龙多200攻击的大哥麒麟，这怎么说？”你呵呵一笑，拍下一张巨大老鼠，一挥手对完美机械王攻击，可砰的一下被机械王一拳打成碎片，生命值还在疯狂下降。徐峰的眉头一皱，这几个意思啊？现在决斗者都这么客气了，比赛上来直接送温暖，难道是道馆偷偷给我请的演员？不对，很快他反应过来，这是要发动网语效果啊！记得巨大老鼠死亡时可以召唤1500以下攻击的地属性怪兽到场上，可根本无所谓，踢攻怪兽不过是杂鱼而已。可下一秒一张卡牌出现场上，魔法攻击士，手一挥，魔法攻击士的效果可以对对方玩家直接攻击。攻击士跳出一拳掌敲到他头上，好痛，但完全不在意，撇撇嘴，就这点伤害根本不痛不痒。你嘴角上扬，这哥们儿是完全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我的战斗阶段结束，接着从手牌中发动装备魔法守护者之力，给魔法攻击士装备一层金光投到怪兽身上，但攻击力完全没动。徐风来一愣，这不是装备了个寂寞？他大手一挥，召唤出一只机械王军曹，这是场上，因为场上借助怪兽增加，所以完美机械王攻击力再次提升500。徐风来冷笑，完美机械王把这个碍眼的杂鱼打碎。可挥动拳头的一瞬间，你呵呵一笑，且慢，这个瞬间守护者之力效果发动，被他装备的怪兽在发动战斗宣言时，可以给这张卡放置一个魔力指示物，并且守护者之力上每存在一个指示物，攻击上升500点。魔法攻击士的攻击来到1100，徐风的大笑，嘎嘎嘎，加这笔的攻击根本就是没用，机械王给我轰碎它。而此时铁拳打在攻击士身上，金光不再闪烁，等金光熄灭时，攻击士毫发无伤。发生什么事了？摇摇手指，守护者之力的另一个效果发动，在装备怪兽被破坏的场合，可以通过移去场上的魔力指示物，让怪兽的战斗和破坏无效。等等，你刚刚说守护者之力在攻击宣言时才能放置指示物，对吧？可刚刚明明是我在攻击，你的怪兽根本没有攻击宣言，凭什么也能加？你是不是在口花混蛋？你摇摇头，守护者之力的描述不是在装备怪兽攻击宣言时放置魔力指示物，而是在装备怪兽发生战斗的攻击阶段放置。所以无论是你攻击还是我主动攻击，只要怪兽战斗都会存在一个攻击宣言阶段，所以只要双方怪兽发生战斗都会触发放置指示物效果。徐风来吐出一口浊气，现在的情况就是只有魔法攻击士被打就会增加指示物，然后拿掉指示物就能无效破坏，死循环了呀！但很快他眉头一皱，等等，破坏虽然无效，但战斗伤害还是一个计算才对。你呵呵一笑，魔法攻击士自身的效果在进行战斗时，所有对我造成的伤害都是0。徐风来的表情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们都想说什么，那弹幕上一起走一个吧。不对劲，很不对劲啊！因为装备了守护者之力，所以无论怎么攻击，魔法攻击士都是不死之身。而因为攻击士自己的效果，自身不会受到这种伤害，然后攻击士还能直接攻击对方玩家，而且攻击速度越多，攻击力就会越高。我操，能想出这么阴间战术的玩家，他喵的真的是狗啊！西风了快哭了，他真傻，真的看了前几天的比赛，单纯以为这个阴间使者会像对万丈木那样把他的怪都送去异次元，没想到这次直接玩自闭套路了。不过话说回来，哪里那么多阴间套路？到底是谁想出来的呀？堂堂正正的对决想法一个没有是吧？只能咬着牙接受回合。接下来2个回合过去，依旧是重复被打脸。可这次他抽卡的时候看见卡牌，哈哈大笑，嘎嘎嘎，笑翻。你的怪兽和装备的 combo 确实很漂亮，但果然还是我更胜一筹。发动速攻魔法卡旋风，可以破坏场上的一张魔法或陷阱卡，我将你的守护者之力吹飞。千旋风卷起，守护者之力都是破碎。徐风来终于好起来了，上吧，完美机械王，把那个恶心的杂鱼怪兽给我彻底粉！可就在这一瞬间，你打了个响指，翻转盖卡，永续陷阱，超重力网，双方场上等级4以上的怪兽通通不能攻击。徐风来，我要召唤我的右手！冷静，冷静。可是高贵的4星决斗者只能通过神圣的决斗解决问题，我还能挣扎。通城召唤，暗黑投射手手背表示，这张卡的效果正在自己的下个回合破坏对方场上的魔法陷阱卡。没错，这是徐风来为这场比赛做的调整，是他作为一个阳间决斗者面对阴间自闭卡组的挣扎呀。
呀！你呵呵一笑，但是没有关系。我的回合抽卡，亮出一张绿色魔法卡，我发动永续魔法卡，等级限制 B 地区。只要这张卡出现在场上，双方场上所有4星以上怪兽通通变成手背表示。机械军曹和机械王顿时单膝跪地，双手交叉，给他爷跪了！徐风来一口老血喷出，你他喵是来参加比赛，还是来报复社会的？这样，就算下个回合艾投手能够成功发动效果，他也只能破坏1张魔法现金卡，并且魔法攻击师的等级是3，恰好卡在等级4的界限之下。也就是说，只有他不能攻击，对面是可以越过怪兽疯狂抽他的脸。你呵呵一笑，我通常召唤1星的从者，这张卡效果和攻击师一样，也可以直接攻击玩家，而且它的等级也是3，不会受到场上等级限制 B 地区和超重力网的影响。现在攻击师和1星的从者直接攻击对方玩家，这俩货飞起来对了徐风来一顿拳打脚踢。徐风来不还不可以疯狂，他深吸口气，淡定，要淡定，就像师傅说的那样，要相信自己的卡组能不能来成风。求你go，手伸向卡组，闪光抽卡，他直接跳了起来，他做到了！我发动魔法卡大风暴，将双方场上所有魔法和陷阱卡全部破坏。一阵狂风吹向后场，眼看场上的3张卡牌摇摇欲坠，你拍拍手，居然真的抽到了风。果然，动画世界里人均究竟神抽嘛？但是没有关系，打个响指，翻转盖卡，反击陷阱，阿努比斯的裁决。徐风还在狂笑，木大，大风暴就是最强的，任何东西在他面前都……等会儿，那是个啥？阿努比斯的裁决，只有在对方发动破坏场上魔法陷阱卡效果的魔法卡时才能发动，丢弃张手牌，把那个魔法卡的效果无效并破坏，并且在之后选择对方场上一只表色存在的怪兽，将那只怪兽破坏，并给对方造成破坏怪兽攻击力数值的伤害。此时风暴已经悄悄消散，一阵黑气幻化出了阿努比斯神的凶狠模样。根据其效果为破坏你场上的完美机械王，吃下机械王的攻击力也就是3700点伤害吧。阿努比斯张开嘴，一道黑色光线喷出，瞬间将机械王和徐风来覆盖进去。徐风来彻底疯狂，我忍不了了，我要召唤我的右手对你进行直接攻击。裁判连忙拦住，使不得，这是神圣的决斗，在我们的世界里只有打牌能够解决问题。最后你成功以黑马之姿晋级决赛，而你的决赛对手正是传说中的怪兽真红眼黑龙的最早拥有者控龙龙骑。你穿越到了游戏王 GX 时代，用阴间卡组狠狠治理环境。此时你正在参加绝乐学院举办的杯赛，而第一个对手正是万丈木准。他看了你的资料，萧凡1星决斗者，无大赛经验，无荣誉奖项，履历一片空白，翻来覆去字里行间只能看到2个字：白给。哦，懂了，有时候赛场上运气好是会匹配到这种对手的，系统局嘛，这把稳了。而你自己这边预估了一下，按照目前的剧情进度来说，万丈木应该还没拿到他的王牌卡组，就连武装龙都没有，实力应该是比动漫里要弱不少的。这场决斗不难，决斗开始，你拿下先攻，盖服一张怪兽卡在场上，又在后场盖上一张卡，一伸手请。万丈木十分不屑，杂鱼果然就是杂鱼，开局就想防守，不过遇到本大爷，谨慎点也是理所应当的。我的回合抽卡，盖上一张卡到后场，然后发动魔法卡手牌抹杀，双方丢弃所有手卡，然后再从牌组中抽取同样数量的卡。而在这个瞬间，我翻转盖卡沉默的死者，在刚刚丢掉墓地的女剑士迦南以手背表示复活，随后将装备魔法卡大剑给女战士装备，攻击力提升300。万丈木得意一笑，呵呵，你肯定很疑惑，为什么一个手背表示的怪兽增加攻击力吧？而这一瞬间，我发动装备魔法卡大剑的另一个效果，装备怪兽在作为战士族怪兽祭品召唤时，可以当做2只使用。白色旋风卷起笼罩女战士，没错，万丈木高举手中卡片，现身吧，等级8，传说中的战士。还没完，我发动传说战士效果，这张卡在召唤成功时，可以把自己墓地里存在的装备卡尽可能多的装备到自己场上的战士族怪兽身上。我墓地的大剑和宝玉之剑同时装备，传说战士攻击力直接达到3200。观众们不由一片惊呼：天啊！第一回合就召唤出了这样的强力怪兽，这攻击力已经超出了传说中的金白龙了呀！这个万丈木不愧是精英版的 No.1， 哎，可惜那个萧凡那撮灰毛还挺帅的，过了这一轮就再也见不到了。逆战物语才刚开打就只剩2张牌，这只大怪就是4换1的结果，再努力就能赶得上传说中游神时代的5换1名场面了。万丈木哈哈大笑，被我这压制性的力量给折服，看呆了吧？现在战斗阶段，那个盖夫这的杂鱼死，剑圣拔剑出鞘，飞身上前，40米砍刀爆发惊人气壤，然后在风压下，你场上盖的那只怪兽被迫翻转过来，露出真容，是一位穿着黑色作战服、
半蹲着的金发女战士，在家人面前显得是那么娇小无力。你平静开口，异次元女战士的效果。这张卡在和对方怪兽发生战斗时，在伤害计算步骤之后，将自身以及和他战斗的怪兽一起移出游戏。我直接把你的8星大怪送去异次元。女战士划拉一刀，一个虚空黑洞出现，剑上就和他双双被吸入，消失不见。不是我那么大一只8星大怪呢？我的卡！没错，牛的套路正是次元斩。顾名思义，核心思路就是靠类似异次元女战士这种怪和对方大怪1换1，创造资源上的优势，而且是送去异次元而不是进入墓地，所以对进入墓地就能发动效果的烟怪兽也很克制。万丈木生气口气，不过是损失了区区一只8星大怪，2张装备，4张手牌，冷静又冷静。刚才装备魔法宝玉之剑进入墓地时，我从卡主抽一张卡，再盖上一张卡，结束回合。到你的回合抽卡，攻击表示召唤荒野的女战士，直接攻击。万丈木大笑一声，发动陷阱卡吸收盾，将对手的攻击无效，并且恢复那只怪兽攻击力的生命值。一脸臭屁，真遗憾，这种程度的攻击完全在意料之内。你翻了个白眼，打过牌的人都知道，这个游戏 LP 这还有就行，和其他资源相比没那么重要。后场再盖一张卡，结束回合。万丈木大手一挥，抽卡，接着发动魔法卡强运之虎，从牌组中再抽2张，接着召唤暗魔界的战士暗黑之剑。虽然对面那个阴间玩意儿坑掉了他大怪，但是没有关系，他的下级怪兽攻击力也高达1800，非常能打。难道你还能再从裤裆里掏个异次元女战士2号机，再给我刷新2次元？啪的一声，女战士被干掉，你的生命值也下降到3300，但面色淡定，发动荒野女战士效果。这张卡被战斗破坏送入墓地时，从卡主把另一只攻击力1500以下的地属性战士族怪兽攻击表示特殊召唤，出了把异次元的战士。不是又来，眼皮疯狂跳动，你这阴间玩意儿怎么还他妈能从卡组里飞出来啊？冷静又冷静，不能乱了方寸。应付这些阴间东西的手段也不是没有。我盖放一张卡，回合结束，你目光一扫，哦，是有对付次元斩的方法了。到你回合召唤了另一面术士海空，战斗先用异次元战士攻击你的暗黑之剑，给我进入异次元。万丈木自信一笑，果然来了，想都别想。打开盖卡，陷阱卡，炸裂装甲，在对手怪兽发动攻击时，把那只怪兽直接破坏，哈哈。区区杂鱼还想出卖本大爷的怪兽，很可惜，同样的招数对本大爷不会第2次奏效，要破坏的是你自己的怪兽。你挑了下眉，打开盖卡，反击陷阱，倒接的7道具，支付1000点 LP， 把陷阱卡的发动无效并破坏。万丈木是真的呀，吐了呀！这阴间玩意儿怎么还红坑保驾护航啊？此时异次元战士和暗黑剑纷纷除外，接着你手一挥，灵灭术士对万丈木直接攻击，啪的一下走脸。这个瞬间发动灵灭术士的效果，当海空通过战斗给对方生命值伤害时，可以最多选择对方墓地的2只怪兽从游戏中除外。过分了呀！都他妈进墓了也不放过吗？终于又到了万丈木的回合，他抽考后眼前一亮，哈哈，胜利女神果然还是站在本大爷这边。我发动魔法卡，代价降低，本回合舍弃1张手牌，让我手上的所有怪兽卡等级下降2颗星，并且我舍弃的是魔法卡补偿的爆炸。这张卡从手牌被丢入墓地时，从卡组抽2张卡。你挠挠头，这就是剧情人物嘛，动不动就有一些原创卡和禁卡，这要放到10卡环境，直接手牌爆炸呀！万丈木又好起来了。根据代价降低的效果，我将手牌中原本等级6的帝王降风龙变成等级4，直接召唤。你的小伎俩也到此为止了，用降风龙击破另一面术士海空，啪的一声，海空碎裂，而你的生命值也只剩下1100点。万丈木生气口气，盖上一张卡片，结束回合。快了，只差1点，我已经重新夺回了节奏，还差一下就能跟那家伙致命击。一想到对方马上就要生命值归零，被自己干翻，就忍不住开怀大笑。而你呵呵一笑，抽卡不就是禁卡吗？谁还没有呢？首先从手牌发动魔法卡飓风，这张卡可以将全场所有魔法限定卡摧毁持有者的手卡。万丈木撇嘴，虽然后场被清了，但问题不大。我的帝王降风龙可是高贵的2400公高星怪兽，而且它有隐藏的强大效果，被破坏后还可以将场上任意一只怪兽弹回手牌。没错，也就是说这个萧凡万一真有那么1/1000的概率做出超越帝王降风龙的大怪，在打倒他后也会立刻被这个王宇给瓦解掉。估计是看到了我的后场盖卡，自以为解了陷阱就高枕无忧，殊不知啊，真正的精英都是会设双重保险的。这波又是在我。可下一秒，你打出一张怪兽卡，召唤杀手番茄攻击表示。万丈木嘎嘎大笑，将一只杂鱼怪兽攻击表示，你是不是已经吓傻了？但很快发现了不对劲，有种不妙预感啊！果然下一秒，你大手一挥，发动魔法卡强制转移，双方怪兽必须选择自己场上一只怪兽，并将控制权交换。那么我选择我场上的杀手番茄交换，好了，你也选择你要交换的怪兽吧。万丈木彻底疯狂！不行，大爷，不行！
场上就有一张帝王降风龙，很累，把怪兽换了过去。进入战斗阶段，你用帝王降风龙攻击杀手番茄，砰的一下分区碎裂。接着到还没完，杀手番茄效果发动，当他被战斗破坏送去墓地时，我可以从卡组特殊召唤一只暗属性攻击力1500以下的怪兽。万丈木的表情是这样的，我知道你们都想说什么，那么带我们一起走一个吧。不是，这什么原理？在这里给大家上一下 K 语言大课堂。没错，在决斗规则中，就能通过卡牌效果暂时交换了控制权的怪兽，被破坏送入墓地时，也是送去原本持有者的墓地。也就是说，送墓效果处理时也是你享受，而你召唤的当然是首领扎鲁格。扎鲁格对对方直接攻击，一枪射出，万丈木后退一步，还没完，发动扎鲁格效果，随机丢弃对方一张手牌。手牌一枪击破万丈木，彻底疯狂！我召唤我的拳头对你进行直接攻击。小弟们连忙抱住，冷静冷静，大哥，你忘了老师教过我们，决斗是神圣的，一切问题只通过打牌解决吗？大哥三思啊！万丈木面色阴沉，没关系，我还有机会，还有最后一张手牌。而你摇摇头，亮出一张牌，发动魔法卡，强引的翻兵，可以确认对方手牌，从中选择一张返回卡组。万丈木一口老血奔出，你万丈木咬牙切齿啊！被一个一星决斗者淘汰，开什么玩笑？我在后面抽到那张牌里赌上我的一切，我的回合抽卡，果然来了，是天使的施舍，这就是那张能够逆转命运的卡牌。真正的决斗者，一切都是必然。我发动魔法，话还没说完，打开后场，发动陷阱卡打落，对方必须把抽到那张卡直接丢入墓地。馆长的情缘号猛拍大腿，太对了，就是个味儿。馆长喷出一口老血啊！我召唤我的右手直接攻击。你醒来的时候，发现手上套着个决斗盘，旁边大楼上还张贴了一张海报，只要登记卡组即可在同时也是落户。落款人正是海马集团社长海马来人。反应过来了，这是穿越到了游戏王的世界吗？看了一下最近的新闻，决斗王武藤游戏归隐，海马社长推出决斗学院。好家伙，时间节点正好是游戏王第一部 DM 刚结束，第二部 GX 刚开始的时候呀，记忆逐渐涌入脑海。这个世界的你是决斗道馆的学徒，翻开手机查看了一下现在的主流卡组和几段比赛录像，你心生感慨，这世界何等淳朴啊！总而言之，看起来当前大多数决斗者都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太阳间了。呵呵一笑，接着上网订了2张强运之壶和天使的施舍，然后开始组牌，但却发现某些稀有卡，例如人造人锁家，只有决斗学院的学生才能限量购买。那不管怎么说，先想办法进学院吧。一手上能买到的卡也能整出挺阳间的活了。那穿越过游戏王世界的人都知道哈，想要加入学院就需要名额，推荐名额一般在一些决斗道馆手上。第一件事干嘛？踢馆，直接找到自己打工的决斗道馆馆长林秀妍笑了，就凭你这个一星决斗者也想踢馆嘛？先打得过你师兄秦元浩再说。与此同时，一个人装备决斗盘走出，他头上的资料正显示3星决斗者秦元浩。嘎嘎，踢馆！小凡，你怕不是还没睡醒吧？难道忘了上次败在我炸裂装甲下的恐惧了吗？周围人都笑疯了，真的假的？那个萧凡敢约战约浩哥，一星打3星，这不找虐吗？你呵呵一笑，先决斗再说。决斗开始，双方各自抽了5张牌，你先空抽了一张卡，呵呵一笑，我支付1000点生命值，发动魔法卡爱恶作剧的双子恶魔。这张卡的效果是可以让对方随机丢弃一张手牌，再由对方自选一张手牌丢弃。早期比赛中简单粗暴的手扎破坏重型杀器，暴力1换2。现实环境中牢底坐穿的禁卡，打了这么多牌，还是第一次亲手拍出这玩意儿。恶魔飞出，一把抓走一张牌，秦昊皱了皱眉，再选了一张放入墓地。接着你没有任何操作，直接3张手牌盖放场上，过3盖，请指教。好了，现在轮到你玩游戏王了。秦元浩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哎，师弟，你第一回合没抽到怪兽卡吗？购置卡组的时候要注意怪兽和魔仙的搭配呀。那么轮到我的回合，抽卡。等等，你大手一挥，在你抽的瞬间，陷阱已经触发了。打开陷阱卡，打落，对方抽卡阶段发动，抽到了牌直接送去墓地。我这刚抽上手还没热乎呢。秦元浩仔细一看，还没开打，自己就只剩下了3张手牌，情况不太对劲啊。既然如此，那我从手牌发动魔法卡死者苏生，复活墓地的杰拉的战士。然而这一瞬间，淡定打开后场，盖卡奈落的落雪。对方召唤攻击力1500以上怪兽时，那只怪兽破坏并除外。杰拉的战士脚跟还没站稳呢，直接一脚踏空，掉进了地上黑乎乎的窟窿。
他手牌仅剩2张，场上还是一片空白。不知道是不是错觉，秦元浩好像感觉自己的血压已经开始上升了。深呼吸，深呼吸，现在啥都做不了，咬牙切齿啊！结束回合，到你的回合淡定抽卡，然后攻击表示召唤首领扎鲁格，满眼苍苍的独眼战士出现，攻击力1400，直接攻击。切后退半步 ，LP 也从4000掉到了2600。不过是1400攻击的杂鱼，我顶得住。可下一秒你微笑，首领扎鲁格的效果发动。这张卡基于对方战斗伤害时，我可以选择2个效果中的一个发动：一，对方随机1张手牌丢弃；二，对方卡组最上方2张卡送去墓地。秦元浩眼皮一跳，等等，难不成你要？没错，我选择效果1，再次将1张手牌抹杀。秦昊仅有的2张手牌中出现一个窟窿，现在只剩1张牌了。秦元浩，彻底！等等，还不能疯狂，冷静，有冷静，我可是高贵的3星决斗者，对方这些只是不入流的下作手段，只要我抽到高攻大怪，就一定能翻盘。这会儿的展开就很出乎观众们的预料，这场决斗怎么说呢，就很怪。这货上来也不打对面血量，整个操作行为就仿佛无声宣告：我可以不赢，但你今天绝对别想玩游戏王。你呵呵一笑，请，意思是现在又轮到你玩游戏王了。秦元浩咬紧牙关，我相信我和卡组之间的羁绊。求力高，求求你了，来张4星怪，抽卡！果然来了，是摩西1号，攻击力1850。比市面上1000把的优质大手恰好高出50点，高贵的攻击力，果然卡组回应了我的心意啊！嘴角勾起弧度，仿佛放弃号角就此吹响。可下一秒，看到你场上1张盖卡打开，现金卡打落2号。你彬彬有礼，根据打落的效果，那张卡也请丢掉吧。秦元浩，彻底！不，还不能疯狂，牙齿都快咬碎了。我可是高贵的3星决斗者，就对面这个只会玩阴剑的区区1星，我一定要堂堂正正战胜他。到了你的回合，你又让扎鲁格发动攻击，弃了他手上最后1张牌。轮到秦元浩抽卡的时候，他这会儿学聪明了，压根没看卡，而是直勾勾的盯着你后场。没坑吧？那我真抽卡啦，真抽了哈！你笑意盈盈，示意自己没失点，你通过吧。秦元浩都快哭出来了，原来抽卡是这么奢侈的一种幸福。看到上手卡片，怨念之杀人人偶，4星攻击力1600，召唤对首领扎鲁格攻击，给我打他喵的，给我去死去死去死！你笑了，别激动，别激动，哥们儿，冷静点，决斗要笑着玩。而且你先别急，还没到战斗阶段呢。因为刚刚的试点，我发动了陷阱卡，指了指后场1张红色卡片，陷阱卡强制突出装置，把场上1只怪兽强制返回持有者手牌。于是人偶脚跟还没站稳，就化作金光飞回了手上。秦元浩，彻底疯狂！我掌握我的拳头，对你直接攻击！啊！旁边人赶紧拉住，师兄万万不可啊，这是犯规的。这时你呵呵一笑，馆长大人，我现在可以挑战你了吗？林修元面色阴沉，丢人。秦元浩，难道忘了我教过你的吗？决斗者只能通过大牌解决问题，你居然想自己动手，怕了，就让我亲自看看好了。正好指点一下你的卡组，这次依旧是你先攻，起手打出魔法卡收押，支付1000点生命值，查看对手手牌，然后选择其中的死者苏生丢掉。接着通常召唤绿齿轮，发动效果，从卡组将红齿轮加入手卡。接着后场3盖，请指教。到了林修元的回合，他拍了张铁骑士基亚弗利德，结果还没站稳就吃了1张落穴去了阴间。但师傅不愧是师傅，通招虽然没了，但发动手上沿着精灵泰坦的效果，出完目的地属性的铁骑士特殊召唤泰坦，学员们都眼前一亮，师傅不愧是师傅啊！果然阴间人这种小伎俩也就对付秦元浩，想和师傅打那还差得远。林修元手一挥，给我直接攻击，捏大响指，后场1张红坑直接翻开，我发动悍怒的崇高力量，啪的一声，泰坦直接碎掉。这小子到底什么套路？连着2个坑，这还是个人吗？很快到了你的回合，打出1张挨恶作剧的双子妖精，支付1000 LP， 对方再丢2张卡。此时林修元仅剩1张手牌，陷入了对人生的思考。我是谁？我在哪？我为什么打牌？还没完，你又召唤出绿齿轮，战斗阶段让红绿齿轮分别走脸，带走师傅2700点 LP。回合结束的时候，大手一挥，翻开1张盖卡，陷阱卡克制封印，效果对方下次抽卡阶段直接跳过。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这张逆天阴间卡是当初武藤游戏在打暗黑大法师艾克佐迪亚的加卡贩子决斗时印的。林修元看着仅剩1张的手牌和白纸一样的空场，沉思了一会儿后，林修元彻底疯狂！我攻击表示掌握我的拳头，对着小子直接攻击！别，使不得，老师！学徒们连忙拦住，在决斗者世界里只能用打牌解决战斗，这是您教我们的，难道你忘了吗？
最后你还是拿到了决斗者学院的推荐入学名额。而接下来你要对战的第一个对手就是万丈木准。你穿越到了游戏王 GX 时代，用阴间卡狠狠治理环境。此时你正在参加决斗学院举办的杯赛，而对手正是传说中的决斗者恐龙龙骑。因为他曾经跟城之内克也交过手，所以在城之内隐退后，也得到了一个传说中决斗者的标签。他扬起脑袋，不必紧张，你就像平时一样正常发挥就好，别有什么负担，重在参与嘛。你呵呵一笑，谢谢。我只是突然想起，当年我还不会决斗，在电视上看到您在决斗王国赛场上战斗时的模样。龙骑挺着腰杆，嘎嘎嘎，这么说还算是你的半个决斗引路人。话还没说完，是啊，我对你的王牌怪兽真红眼黑龙尤其印象深刻啊！传说中带来可能性的红龙，给我幼小心灵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龙骑面色一沉，他喵的，奈何不开天奈何是吧？看过决斗王国的人都知道，他在第一场对决就把真红眼黑龙输给了传说中的土块城之内克也。你无比真诚啊！对了，后来您继续转战了决斗都市的比赛，我当时也要继续观看。当初你在决斗都市赛场上召唤的邪恶骑士龙太帅了，龙骑牙齿都要碎了呀！这个逼龟高心态啊！邪恶龙骑士确实是在决斗都市的王牌怪兽，但也是特喵第一场就输给了超能渔场。不行，稳住！赛前垃圾话也是比赛的一环，但我觉得一定要给这个萧凡见识见识真正决斗者的残酷。很快节奏开始，用你监工一口气拍出3张牌，前场覆盖一只怪兽，后场再覆盖2只卡，一伸手请龙骑直接将刚抽上手的卡牌亮出，发动天使的施舍，从卡组中抽3张卡，抽再舍弃2张手牌，最后直接把1张卡拍上决斗盘。我特殊召唤这张郡族之迅猛龙，接着夏普特上高呼哦！龙骑选手一上来就是特殊召唤郡族之迅猛龙，有着直接从手卡特殊召唤的效果，但强大的卡牌往往伴随着风险。使用这项能力召唤时，有的对方可以选择自己目的里特殊召唤一只怪兽的副作用，但此时萧凡的目的里并没有怪兽。龙骑亮出第2张卡牌，然后是第2只特殊召唤迅猛龙2号，哈哈大笑。战斗迅猛龙1号攻击那只盖夫的杂鱼怪兽，第一头迅猛龙发起冲锋，与此同时，你盖夫的怪兽反转，出现的是一台红色小小的机械士兵，当场被撞了个粉碎。你淡定道：发动怪兽王语，从卡主将一只同门怪兽加入手牌，而我要加入的是这张机械部队机械骨架。龙骑十分意外，这个萧凡的卡组竟然跟之前完全不一样嘛？难道他改过自新，不玩阴间卡组啦？一挥手，战斗继续，2号直接攻击。你呵呵一笑，打开陷阱卡魔法筒，这下怪兽攻击进入，然后转换成一条光线射向龙骑，他生命值也掉到了2/6，但不以为意，有点实力，但还远远不够。我把2只迅猛龙作为祭品，从无尽的黑暗中破茧而出，听从我的召唤，在这现身，等地气3角魔龙出现吧！2只迅猛龙齐时发出金光消失，而随之出现的是一头巨大的魔龙，攻击力2850。龙骑哈哈大笑，看到了吗？这就是我新的龙，3角魔龙，比我当年被斗斗的真红眼黑龙邪恶踢手都要强。这正是我浴火重生的香。话还没说完，你打了个响指，翻转盖卡陷阱卡无敌的落雪，在对方召唤怪兽时，把那只怪兽变成绿色手背表示，并且永远不能改变形式。省流下，我直接把你的3角魔龙送去阴间。魔龙脚下一滑，直接掉进了一个无底深渊中。还以为你这个阴间人改过自新了。好，这么玩是吧？但我的回合还没有结束，从手中发动永星魔法噩梦之顺气楼，这张卡可以让我在对方准备阶段时从卡中抽卡，直到手牌变成4张，但作为副作用，在我的准备阶段必将所抽卡牌数量的卡丢弃。你无语了，不愧是动画世界，又若无其事打出一张万年禁卡。轮到你的回合，谁还没几张禁卡呢？前卫之狐发动，从卡中再抽2张卡，然后你召唤机械部队接骨架，效果发动，这张卡召唤时可以从卡组把另一张机械部队要塞加入手牌。接着我发动要塞的效果，虽然这张是7星的上级怪兽，但它可以通过将手牌等级合计8星以上的机械族怪兽丢弃，特殊召唤。我把等级8的机甲部队超大变形丢弃，特殊召唤机械要塞，沉重的合金要摔在你场上，主炮瞄准，轰隆一声，3角魔龙被轰成了灰烬，机械骨架也给了龙骑一脚。现场的观众都惊呆了，这萧凡不是1星决斗者吗？竟然能把曾经的传奇决斗者打得找不到北，真的不是开啦！牛覆盖2张盖卡在场上，结束回合，龙骑咬牙抽卡。这时顺气楼的副作用发动，正常来说我需要舍弃4张手牌，但是在这个瞬间，我发动覆盖的陷阱无波的贪欲，从卡主收2张卡，但代价是需要跳过之后连续2个回合的抽牌。接着我发动另一张盖卡速攻魔法非常时，可以将场上除自己以外的魔法陷阱卡送入墓地，每送1张可以恢复1000点生命值。太阳得意，
真是遗憾呐！看来上回合你的进攻全都白搭了，你的内心毫无波澜。为啥你们动画里打牌的时候，每一次顺气楼和飞涨时，永远是502站一块，从来没见谁抽漏下过？这样的502哪里可以买到啊？龙七一口气亮出3张卡牌，我要发动魔法卡融合，手牌中迅猛龙和残暴翼龙作为素材，融合召唤等级6地狱角龙，攻击力2000。接着我发动魔法卡死者苏生，从墓地复活这张卡，恐龙中的绝对王者暗黑恐兽，攻击力2600。我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现在的我比以前要更强。现在我要从手牌中发动魔法卡攻击风镜，这张卡可以把对方场上攻击表示的一只怪兽强制变成守备表示。我选的当然是机甲部队要塞。你眉头一皱，原来如此。暗黑恐兽的效果，对方场上没有攻击表示怪兽时，可以直接越过怪兽对玩家发起攻击。龙七点头，小凡，你见识不浅吧？并且我场上的地狱角龙，在它被融合召唤出来的那个回合，同样也可以直接攻击。解说项目几乎攻击力2000，再加上2600嘛，这岂不是一回合直接秒杀了？这就是龙七的战术嘛！果然是绝对的力量压制，太强了！暗黑恐兽抛药冲过来的一瞬间，你打开该卡地茯苓的引诱，对方怪兽攻击血焰时发动，那个攻击对象由自己重新选择。我当然指定的是机甲部队要塞。龙七撇嘴，净耍些小聪明，但攻击力还是暗黑恐兽更高。给我把这台碍眼的机甲清除掉吧！3两下咬得支离破碎。解说项目一愣，咦，萧凡怎么没有发动机械骨架的效果代替破坏呢？你呵呵一笑，这瞬间我要发动要塞的另一个效果。这张卡被战斗破坏送进墓地的场合，可以选择对方场上一张卡破坏。我要破坏的卡当然是地狱角龙。后轮是爆炸，2只怪物同归于尽。这个萧凡竟然这么轻松就防下了我的2段攻击，还破坏了我融合出的王牌，真的只是一星决斗者吗？他看上2张卡片，结束回合，轮到你呵呵一笑，真遗憾，看来你说不定没有下个回合了呢。解说项目一惊，这谁能想到萧凡先手居然对着传说中的决斗者龙七发出了胜利宣言嘛？龙七脸色一变，那你不可能，他闭关多年后明明该上演王者归来的剧本，怎么可能输给一个区区1星的新手决斗者？绝对不可能！你大手一挥，发动墓地机甲部队要塞的效果，把手中的3星阶级族怪兽卡片炮击士和等级7的另一张机甲要塞送进墓地，将墓地的机甲要塞复活。龙七嘎嘎大笑，使用限定卡可不是你的专利。打开该卡，研磨的裁决，可以将对方特殊召唤的怪兽直接破坏。怎么样，小凡？这你还能断言这回合能秒了我吗？摇头。这个瞬间，我发动墓地里机甲部队超特变形的效果。这张卡在墓地存在，你自己场上机甲部队要塞被送进墓地的场合，可以通过把那辆要塞从墓地中除外，特殊召唤这张卡。汽车人变形出发，攻击力2600，跟龙七一直大笑。嘎嘎！你在墓地里藏后手这件事，我早就算到了。小凡，也许你比其他人多算了2-3步，但本大队的决斗要比你走得更远。就在你发动超大变形效果的瞬间，我连锁发动限定卡失落。这张卡可以选择对方墓地里的一张卡，直接从游戏中除外。在你的机甲复活之前，我已经提前把它除外了。现在还能扬言说一回合秒了我吗？你的机甲都已经被我击破，而我手上还有无敌的暗黑恐兽。你呵呵一笑，打开该卡，永续陷阱限制出生，可以把墓地里一只攻击力1000以下怪兽特殊召唤。龙七一愣，1000以下的怪兽，那不都是杂鱼吗？他是真的想笑啊！连吃2坑，你还能秒我？你能秒杀我？来，秒得了我今天当场就把这个决斗盘吃掉！还没说完，你制定目标，我要复活的当然是这张卡片炮击士，攻击力400，接着发动魔法卡机械复制术，可以选择场上一只攻击力500以下的阶族怪兽，从卡中最多把2只同名卡特殊召唤。来吧，另外2只。另外发动卡片炮击士的效果，一回合1次，可以通过把卡组最上方3张卡送到墓地，每张增加攻击力500点，9张卡去墓地吧。瞬间3张炮手攻击力直接飙升到了1900。那你还没完，胜利的方程式已经确认，我的最后一张牌是速攻魔法限制解除，自己场上机械族怪兽直到回合结束为止，攻击力翻倍。龙七惊了，机械族攻击的翻倍，那卡片炮击士的攻击力不是来到了3800点吗？而这些的怪兽竟然有3只，攻击力合计无限接近1451点。3只炮手全身电流乱跳，膨胀变大。卡片炮击士1号击破暗黑恐兽，轰隆一声，切恐龙碎成渣渣。继续挥手，2号、3号直接攻击，砰砰2声，又是2发炮弹轰出，龙七当场被砸倒在地。此时他的身边忽然响起决斗王5城游戏的声音，不管怎样的卡都有它存在的价值，用一句杂鱼轻易否定卡的可能性的你，不配被称作决斗者。龙七的生命值归零。你穿越到了游戏王 GX 时代，用阴间卡狠狠治理环境。由于用自闭卡组获得了杯赛冠军，整个决斗界的风气也为之一变。之前大家都是愉快的防对砍，你一张我一张，排怪厮杀。但今天打开决斗道馆的门一看，我先攻抽卡，
盖4张牌结束回合。那你居然7手4盖，别得意的太早，我盖5张卡结束回合。这风气可跟我没关系啊。此时馆长林修元找你见面，小凡，其实我并不是道馆的第一代师范，上一代师范非常强大，却在某一次决斗中失败。那天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后来甚至陷入昏迷，直到今天都没能再醒来。你眉头一皱，这听起来好像是传说中的黑暗决斗啊！要知道，在游戏王世界中，黑暗决斗几乎是万能的，打牌能复刻灵魂，心理操纵让败者沦为傀儡都是可行的。林修元摇摇头，上代师范昏迷之前将位置传给了我，同时还要代表我们流派作为传承象征的稀有卡。你一愣，想到了牌老们口口流传的那句话，你应该放弃一切主流，来玩无敌的塞巴多拉贡。莫非你搓搓手？要知道决斗学院里的凯撒丸藤亮就是获得了电子流道馆传承的继承人，而在打动了电子终结龙的卡片精灵后，得到了无论怎样洗牌都能永远起手3电子龙硬融合的502技术。林修元深吸口气，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可能性，我认为你就是我们道馆的继承人。你小心翼翼，您说的咱们流派的稀有卡是？你可曾听过传说中的 LV 系列吗？不错，我们道馆所传承的沉默流派，这是源自当初决斗王武藤游戏所开辟出的战法，而作为我们流派的经典，象征着传承的卡便是这张真沉默魔术师。林修元嘱咐道：好好保管，这可不仅是一张稀有卡而已，据说这是寄宿了精灵的卡片。接着再给了你一张，正是心心念念已久的人造人念力震慑者。接受道馆传承后，你回到家还是有点不敢置信，卡牌的精灵嘛，将沉默术士贴在决斗盘上，它被召唤出来，果然啊，就跟立体影像一样，一动不动的，古井不波的眼神目不斜视，猛然凑过去又退回，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你感觉刚一瞬间，魔术师小姐好像眼珠动了一下。算了，不管那么多，放手夜洗澡去。歌洗到一半，音乐突然消失，什么情况？回到播放器旁边，这啥时候暂停的？若有所思，按下播放，假装去别的房间了，然后躲在门口。很快看到那个虚幻的身影，鬼鬼祟祟的，紧张左顾右盼，偷偷摸摸往播放器一按，音乐停止。原来真有精灵啊！懂了，人家叫沉默的魔术师，不是没道理的。此时你发出声响，引发小姐捂嘴后退一步，然后迅速消失。傍晚，你出门觅食，突然感觉气氛不对，走了几步，前面竟然是个死胡同。最环顾，忽然几道黑色利刃向你袭来。此时，一道冰晶般的魔法阵展开，沉默魔术师的精灵出现在你身边，阴影中走出一个黑袍人，居然还是个精灵驾驭者嘛！今天还真是赚大了！嘎嘎，你眯起眼，黑暗决斗者嘛？林峰冷笑，挺有见识的嘛。既然知道规矩，那就好说，你已经无法离开这个领域了。黑暗决斗一开始就不会轻易停下，来吧，赌上你作为决斗者的灵魂。那么决斗开始，先攻就我收下了，抽卡，让我好好品尝你的痛苦。首先发动强运之壶，抽2张卡，接着是魔法卡恶魔的圣域发动。魔法阵在这下展开，一个没有五官的金属小人浮现场上。恶魔圣域的效果可以在我场上特殊召唤一个金属恶魔衍生物，一挥手，然后把它作为祭品，以黑暗的意志为引，让所有敌人在阴影之下颤抖。等级6，暗黑三角怪鸟龙召唤，攻击足2400，然后盖付2张卡到场上，回合结束。舔舔嘴唇，到你了，赶快让我品尝一下黑暗和痛苦吧！嘎嘎嘎，你呵呵一笑。我的回合抽卡，前场覆盖一只怪兽，后场覆盖4张卡，5盖，请指教。林峰一脸懵逼，难道当时和龙七打的时候，这个人用的还不是自己的王牌卡组吗？哼，仅仅是盖卡而已。这么温吞的节奏，很快就会让你变成黑暗的祭品。在你回合的结束阶段，我发动这张盖卡，速攻魔法中烟之焰，召唤2个黑焰衍生物。接着我的回合抽卡，你想用陷阱拖延防御的战术是无效的，么哒。从手牌发动魔法卡夜射，一束金光从卡牌中直指你后场一张盖付卡，夜射可以选择对方后场一张盖付的魔法限定卡破坏，并且在被选定时，那张盖卡不能发动我在你中间的盖卡破坏。你手一挥，在这个瞬间，我发动盖卡，么哒么哒。我说了，你不能对应夜射的发动。你摇摇头，我要发动是它旁边的这张盖卡陷阱卡魔之吸引。与此同时，我将被你夜射选定的这张陷阱卡雷破发动。林峰笑了，你是不是傻了？我都说了，被夜射选定的卡不能。可下一瞬间，被夜射指定的那张盖卡居然应声翻开。这是开了！你也摇手指，夜射只说了被选定的卡无法对应夜射的发动而发动，可我的雷破并不是连锁你的夜射发动，我连锁的是我自己的魔之取引。林峰的表情是这样的。那么根据雷破的效果，我丢弃张手牌来破坏场上的任意一张卡片，要破坏的当然是你场上的怪鸟龙。轰隆一声，炸成粉碎。你大手一挥，另外我作为雷破舍弃的手卡是魔法卡补偿的宝扎，这张卡从卡牌送去目的的场合抽2张卡。此时连锁发动魔之趋引的效果，对方发动魔法卡时支付1000点生命值，可以将对手手牌随机一张丢弃，生命值变成3000。心脏一痛，不愧是黑暗决斗，消耗生命值的感觉其实是真的失去生命一样。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决斗中
输了会死，你债务身体，现在随即将你的一张手牌丢弃吧。林峰丢完一张后冷哼，净耍些小聪明，但根本无所谓。感受到了吗？这就是黑焰决斗的痛楚，感受黑焰一点点吞噬你的生命吧。我盖非常卡到场上，接着发动魔法卡血命的爆炸。你想起来了，这张牌是动画里海马社长最喜欢用的布牌手段，使用者可以从卡主抽到5张手牌为止，但需要承担5个回合后所有手牌都丢弃的巨大代价。要知道游戏王里的5个回合，对面分头草都几丈高了。林峰狂抽卡，接着我把场上的2只黑夜生物作为祭品上级召唤，邪恶骑士龙，恐惧吧，战力吧，然后在力量面前臣服。你很惊啊，好强，太强了，所以我发动盖卡奈落的落雪，一个漩涡在对面场上打开，邪恶骑士龙猛地一栽，一路掉进了异次元。你他喵后场有这玩意儿，你在这抢个锤子抢！林峰面色阴沉，哼，别得意，接下来你才要见识真正的黑暗。打开盖牌，愚蠢的埋葬，这张卡可以让我从卡组送一只怪兽去墓地，我送去墓地的正是气球蜥，然后再发动盖卡限制苏生，将刚刚送去墓地的气球蜥复活，接着从手卡发动魔法卡超进化药，下水间蜥和药丸结合，一只古代恐龙从远古中走出，可你呵呵一笑，这只怪兽很强，但是没有关系。打开盖卡陷阱卡，黑暗中的陷阱，只有在自己生命值3000以下才能发动，支付1000点 LP， 这张卡的效果变成墓地里的一张通常陷阱卡效果相同。我要选择的当然是奈落的落雪。林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自己刚召唤的大怪再次掉进异次元。林峰彻底疯狂，又是落雪，又他妈是落雪，难死我吗？飞！明明我才是黑暗决斗者，我才是应该带来痛苦的那个。虽然我是黑暗决斗者，但我他喵感觉你这样打牌有点太黑暗了。盖2张卡到场上，回合结束。你呵呵一笑，发动魔法卡强运之壶，抽2张卡，接着我将场上覆盖的怪兽翻转，黑暗森林女巫翻转召唤，然后女巫作为祭品从手牌中特殊召唤沉默的魔术师，虚幻身影慢慢化作真实，这是你从道馆中继承的基因卡。点点头，沉默魔术师不能通常召唤，只能通过把场上的魔法师族的怪兽作为祭品才能特殊召唤。与此同时，将作为祭品送入墓地的黑森林女巫效果发动，可以从卡组中选择一只手背力1500以下的怪兽加入手牌。林峰冷笑，哼，手背力1500以下的怪兽不都是渣？结果听到你发言，我从卡组把人造人念力震慑者加入手卡。这玩意儿手背力1500以下，你呵呵一笑，手牌中糖果小丑的效果发动，这张卡可以在场上特殊召唤，接着把糖果小丑作为祭品上级召唤，等级6人造人念力震慑者。此时我的手牌有2张，没有1张沉默魔术师的攻击力上升500，所以现在的攻击力是2000。战斗结束了，直接攻击。林峰发展盖卡没那么容易，打开盖牌半封，场上一只怪兽攻击力变为1半，这回合不会被战斗破坏。我要选择的是你场上的人造人，攻击力减半。你打了个响指，木大大，沉默的魔术师效果发动，1回合1次，在魔法卡发动时可以将其无效。林峰彻底裂开，魔法卡发动无效，人造人在场的时候又不能发陷阱卡，这不是魔仙说疯吗？这会儿他才意识到这个套路的可怕。简单来说，就是黑森林女巫可以特招封魔的沉默魔术师，女巫搜墓又能检索封陷阱的人造人，这他喵的还怎么打？沉默的魔术师和人造人一起发出攻击，浩荡的光流将林峰吞没 ，LP 就此变为0。黑暗节奏结束的同时，他的身体居然化作了飞灰，慢慢消散。你倒吸一口凉气，好家伙，黑暗决斗也太危险了吧！打输了连骨灰都给扬了。俯身捡起3张卡牌，真是场不错的决斗，哥们儿，你就放心去吧，你的卡组和意志我一定会帮你继承的。